相信大多数人和你我一样，都见过这幅戴珍珠耳环的少女，但却只有为数不多的人能够正确地喊出这幅画作者的名字 Johannes Vermeer 杨维米尔。戴珍珠耳环的少女是被再创作最多的世界名画，她曾被写成同名畅销小说并搬上荧幕，也被许多明星和时尚达人做过角色模仿。这幅创作于1665年被誉为北方蒙娜丽莎的荷兰著名油画，为什么深深地吸引住了300多年后我们的目光，并且成为当代流行文化的符号，以及为什么维米尔的画会受到美术史学者以及艺术机构高度的重视，并频频展开研究展示。Hello， 我是叶子。今天悠游诗画将带大家从维米尔画作里一些不为人知的细节展开想象，我们一起构建还原出一个更真实更完整的维米尔。将画作一再放大，我们会发现一个惊人的细节。这幅作品的焦点物品珍珠耳环没有坠绳，也没有挂钩，竟只是由2-3笔颜料简单勾成的。珍珠底部的灰白色如同金属般地反射了少女白色的衣领，珍珠上方较为厚重的一抹亮白色指示了从左边照来的光源，如此就完成了一粒珍珠的描绘。维米尔巧妙地操控了光影和明暗，这一粒在视觉焦点的奢华耀眼的饰品就是这样用最简洁的笔触完成的。维米尔现存的画作只有36件，而其中有8幅画里的女子都配有硕大的珍珠耳环，也由此反映了珍珠在当时17世纪荷兰的受欢迎程度。而我们从为数不多的有关维米尔的史料去推敲，他在世的时候并不是很有名气。维米尔的父亲过世时只留给他了一间在荷兰代尔夫特的旅馆，并且还伴留有一大堆债务。现实世界里，维米尔过得一直很拮据，一直到他娶了一位富有的天主教徒的女儿作为妻子后，他们的经济情况才稍微有所好转。而维米尔作为画家在代尔夫特并不出名，况且他和他的妻子共同孕育了11个孩子，所以以他的经济条件来拥有一颗如此大粒罕见的珍珠是不太可能的。在许多争议和猜测之下，我们做一个大胆的想象，那就是维米尔刻意放大了这粒珍珠。或许戴珍珠耳环的少女在入画的时候并没有佩戴这粒非凡的珍珠，这枚珍珠耳环是维米尔刻意为大家虚构的视幻觉。但如珍珠般明亮的少女的双眸，以及从中流淌出来的那欲说还休的眼波，却是无法虚构的。那么，这位有着清澈灰蓝色的眼睛，回眸与艺术家相凝视的她，究竟是谁呢？这就谈到了戴珍珠耳环的少女这幅画另一个很特别的地方。这幅画并不能算作一幅传统的肖像绘画，这种类型的人物画作有着自己特有的名称 Tronie 是荷兰黄金时期人物画里常见的一种类别，他们展现面部表情夸张或者穿着异域风情的人物。这些作品的目的不是为了指向某个人，而是艺术家对表情、类型、相貌或者有趣角色的研究，比如说老人、士兵、特别种族的人等。画里的少女的穿着并不是17世纪荷兰常见的服饰，而且她的头巾也更像是来自中东的一种头饰。这张画就是一张典型的 Tronie。 我们无法找到有关少女身份的记载，她可能是佣人、亲戚、朋友，也可能是维米尔的女儿。她和艺术家在画作里产生的关系，如同画的本身散发出的气氛，神秘而耐人寻味。除了珍珠，维米尔画作里另一种特质是天然群青的使用，一种用阿富汗稀有的青金石制成的深蓝色颜料。在当时，这种颜料的制作既耗时又费力，
并需要通过船只从中东长途运至荷兰，所以在16、17世纪的欧洲，它的售价堪比黄金。而维米尔将这种以往只用于宗教人物和富有阶级定制画作时才用的蓝色，慷慨地用在了他世俗人物的绘画上。由此，这位一直被美术史学者认为其生活并不富裕，并在去世后负债累累的艺术家是如何能够负担得起如此昂贵的颜料？我想，这也许可以解释为艺术家在追求极致时那种不计成本和不顾一切吧。在看到戴珍珠耳环少女的时候，我不禁联想到了一幅非常有震撼力的刊登在1984年国家地理杂志封面的摄影作品《阿富汗少女》。同样是摄人心魄的眼神、简洁的色彩区域和直白的构图，少女瞬间的凝视让她的内心的情感在你与她目光交接的时候流动向了你，使她和观众之间即刻建立起了某种联系。阿富汗少女引发的社会轰动让摄影师 Steve McCurry 拍摄时使用的尼康 FM2 和尼克尔镜头105成为了不朽的人像摄影镜头。我在这里提到了摄影和镜头的使用，是因为有艺术史研究学者提出了一种可能性，也揭示了维米尔画作里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那就是在300多年以前，维米尔极有可能地使用了暗箱这种光学仪器来辅助他在打草稿的时候勾勒轮廓。这种类似照相机成像原理的小孔成道相法，利用室内明亮的光线，通过暗箱的透镜在画板上投下一个倒立的图像。艺术家再把投射在画板上景象的轮廓描摹下来，如同为室内的景象拍下了照片。17世纪的荷兰已经脱离了西班牙的统治，进入了黄金时期。高效的海运贸易和经济发展，使得荷兰成为了欧洲前沿的科学和技术的汇集地和中转站。维米尔作为当地艺术团体里活跃的成员，与本地的科学家有着密切的交流，比如显微镜发明者列文虎克是维米尔的邻居，还是他遗嘱的执行者。这可以充分地证明维米尔不但知道光学器材的存在，而且还极有可能熟练地借助它们用于作画。著名的当代画家大卫·霍克尼在他的著作《隐秘的知识》里也分析讨论了维米尔使用暗箱来辅助构图的可能性。一个例子是倒牛奶的女佣里，女子身后墙上挂着的篮子是聚焦的，而在离我们更近一些的装着面包的篮子却如同在一种摄影式的焦距感里失焦了。如此的话，大家是否会用一种不一样的眼光来看待维米尔？作为一个艺术家，在当时跳脱传统的使用了先进的科技手段，来帮助他在他的作品中构建出一种独特的人与环境以及观察者和被观察者的关系。在他传世不多的最优秀的作品中，维米尔理想化了一个又一个由普通女性占据的空间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有他们的回眸一瞥，有专注于日常的工作姿态，有缓缓流动的牛奶、敦实的面包和明亮的房间所构建起来的温馨和惬意的世俗生活。这些也无不暗示着来自观察者的密切研究和共情。维米尔精密地为画里的人物和观众之间营造出了一种空间和情感上的联系，巧妙地让后者扮演了一个窥视者和共情者的角色。戴珍珠耳环的少女里的她，以及维米尔其他画作里的女性，其实她们很像我们身边那些平凡的人。在日常生活里的某一瞬间，她的美丽与不平凡被看见并捕捉了下来。这正是维米尔画作里那种经典的超越时间的特质，使我们沉浸在一个又一个貌似平静但转瞬即逝的生活场景里。画中的他们变成了我们生命里某个片刻的体验，永恒地镌刻在了与观众四目交接的瞬间。